许多组织或公司不断说要成功就要有团队精神类似的口号，但当我们在某些组织或公司工作时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所谓的团队精神其实就是完全配合领袖或老板的安排。更扯的是，有些拥有全部股份的老板还会对员工说要努力工作，因为公司赚的钱都是给你们的。面对这么虚伪的领导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难不成当面纠正他吗？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，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之前，也就只能乖乖认命吧。又或者是一些人，他们总是会被父母逼着去读自己不喜欢的科系，或是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。如果不配合父母，父母就给脸色看。那么应该如何是好呢？反抗父母，听从父母。无论你现在面对着什么样的困境都好，如果你想要过上一个更成功、更幸福、更自由的生活的话，那你就得听听我接下来的分享，因为我会带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探讨有关于团队与家人、成功与幸福这几件事。那么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吧。什么是成功与幸福？每个人渴望的成功与幸福都是有差别的，但大致上应该都差不多。一般男人的话，大概就是事业有成；女的话，就大概是要嫁个好老公。但到底要赚多少才算是成功？月入1万、10万还是100万？同样是30岁的男人，如果他月入过万，那么他就会觉得月入几十万才算是成功，而月入几十万的人则会觉得要月入100万才能算是成功。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，完成自己的梦想才算是成功。就像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那样，只要他一天去不了火星建立基地，即使他赚的钱再多，他永远都不会觉得他是成功的。但对于一般的人而言，只要有马斯克的收入，就已经是非常成功了，去不去火星都无所谓。尤其是对于在非常落后于贫穷的国家的人民而言，更是如此。只要月入400-500美金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，更别谈什么马斯克或马云的收入。所以，从我们生活的各种例子当中可以看出，所谓的成功其实是很主观的。只要你得到你所渴望的成就感，你就会觉得你是成功。即使只是玩个游戏拿了5杀，你也会觉得自己很成功。而女人的话，只要丈夫、孩子和她有很好的互动，或是在看戏剧的时候很感动，她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当然，也有一些女人很重视自己的成就感，也会有一些男人很重视自己的幸福感。但说穿了，所谓的成功与幸福，其实都是自己的心理上所得到的满足而已。当我们理清所谓的成功与幸福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团队合作。我们若要成功与幸福，是不是就一定要有团队合作，或和家人朋友合群呢？答案是也不是。不是因为成功或幸福与否不在乎你做了多少业绩或嫁给哪一位，而是你的成就感或幸福感有没有得到满足。如果你的业绩再好却没什么成就感，或是你的丈夫再好却没什么幸福感，你也一样不会得到满足。成功与幸福的关键不是环境，而是我们这个人的思维。就比如说，我们是一个问题人物，时常制造各种麻烦给别人。我们不但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，反而还一直纠正别人的错误。所以，当我们一直抱着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态度工作时，即使我们换的公司再多或再好，我们也依然只会觉得别人有问题，自己却没有问题。可是，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问题，并不断谦卑自己、自我反省，且不断接纳与改进自己时，我们的成就感与安全感就会不断上升。当我们有了一定的自信与感恩之心之后，即使团队和家人再糟糕，也阻止不了我们拥有更多的成就感与安全感，因为我们的目光与自信并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。
所以，真正能让我们觉得成功或幸福的，既不是我们的团队，也不是我们的家人，而是我们自己的思维与改变。如果我们觉得这世界是灰色的，那么无论我们看什么事情都是灰色的。但如果我们看世界是彩色的，那么无论我们看什么事情都是彩色的。当然，这世界有灰色，也有彩色，有黑暗，也有光明。我们不应该因为别人的黑暗而否认别人的良善，也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良善而忽略别人的黑暗。因为人之初，既性本善，也性本恶。要是我们过度负面消息，我们就会自暴自弃，灰心失望；要是我们过度正面积极，我们就会盲目乐观，自欺欺人。我们要认清现实的残酷之余，也要找到人生的方向与盼望。因为这世界就是如此的残酷，却也是如此的美丽。正因为人类都性本恶，要是我们一味的把自己的期望都托付在团队或家人身上，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形成两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是，我们会因为团队给了自己极大的利益而迷失自我，甚至为了各样的好处而不择手段，或是家人与朋友的友善，让我们越来越颓废下去。因为一天到晚，大家都只是聊些有的没的，讲的都是八卦和戏剧，聊的都是体育和游戏。第二种可能是，我们因为团队给不到我们所要的好处而自暴自弃，以至于使我们一天到晚都只会玩游戏或追戏剧来麻木自己，或是家人与朋友的冷漠和伤害，让我们越来越孤单，越来越寂寞，而患上了忧郁症。知道每个团队或家人都是由一群有着很多缺点的人所组成的。如果我们过度依赖别人，我们就会任人摆布，或是越来越颓废。既然每个人都有缺点，都会犯错，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自己的成功与幸福建立在他人身上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懂得与团队以及和家人朋友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不要对他们毫无保留。但与他人保持距离的同时，也不要自我孤立，与世隔绝。因为过度的自我封闭，只会越来越钻牛角尖，自以为意。所以，我们与众人关系应当是分而不分，合而不同，合而为一这三种形态。我们不要因为团队的工作压力，或是家人的道德绑架而失去自己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独立个体。每一个人的指纹、声纹、背景、遭遇、个性与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。既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那么我们就要活出独特的自己。要知道，我们不是为别人而活，我们来到这世界上都有着上帝给我们的潜能与使命。就好像肢体，手有手的作用，脚有脚的作用，但一切都是为了配合头的指挥。而这个头既不是老板，也不是父母，也不是其他领袖，而是上帝，或是老子所说的道。这终极之道就是全人类的头。其他人，无论是团队或是家人都好，大家都只是同为肢体。既然大家都是肢体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不可以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好或不好。就像手不可以批评脚不会做事，而脚也不可以批评手不会走路一样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定位都不同，所以了解这些潜能与价值观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跟着世界的标准来做人，就会以为一定要考上某某大学，或是赚了多少个亿才算成功，才算幸福。当我们一直被这个社会给道德绑架或情绪勒索时，我们就会活得很辛苦、很痛苦、很迷茫。就好像一个正常的人刻意用手走路、用脚做事一样，他怎么可能不怀疑人生呢？同样，我们也要找出自己的定位，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，这样我们人生才会更有效率、更有意义。OK， 今天就暂时分享到这里。其实影片是还没有完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把这次的影片分为上下两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不错的话，那你就记得按赞、转发以及留言出你的看法还有你的感想。
并且记得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下一支的新影片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